是不是有很多彦祖对巴克什这张地图还不是很熟？进入了塔内就和进了迷宫一样。这里是爱你们大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地图配报。那么本期开始，我们给大家带来巴克什的地图配报，内容包括撤离点介绍、出生点的介绍和基本打法。首先，这张地图分为塔内和外围，外围的物资点分散，除博物馆外没有特别肥的地方，塔内是这个地图最肥的地方。专场钥匙房一共有11个大保险，出货率也很高，而且塔顶还会刷巴别塔3换人。所以说塔内的交战非常频繁，经常会有4到5队在塔内互打。这张地图一共有11个复活点，每局游戏刷新约为7到8队，总人数大概是20人左右。塔内海洋区1号位和塔内医疗区1号位每局必刷1队，集市1号位也是必刷点。樱桃小镇90%的概率会刷人，遗迹和装卸区这2个点位为2刷1的关系，阿萨拉营地和蓄水区同样为2刷1的关系，其他位置为随机复活点。开局呢，基本确定5队人的位置。巴克什一共有4种撤离方式，分别是拉闸车、丢包车、飞鼠车、博士车。首先我们先讲只有在机密模式下才有的浴场撤离点，这个撤离点的拉闸点在博物馆2楼这里的墙上。浴场闸一场只能拉1次，拉完闸后会开启5分钟的倒计时，倒计时结束后在撤离点范围内的人会撤离。然后是塔前闸，这个撤离点有2个闸，只需要拉掉其中一个就可以开启撤离点。一个点位位于博物馆地下金库旁边的房间，一个位于巴别塔中控1楼。拉掉后会开启4分钟的撤离倒计时。飞鼠车在巴别塔最顶上，撤离需要提交2个身份牌，提交后会开启10秒的倒计时，仅有1个名额且仅可提交的人撤离。一旦名额提交后其他人将无法从这里撤离。国师撤离点，我们需要在兰亭旅馆附近接取庇护者行动，这个任务在对局时间剩余20分钟的时间变为可接取。这是我们接取庇护者行动护送博士来到停机坪区域时，大门会开放，里面有2个大保险、3个高级收纳箱、1个收纳盒，同时还会开启博士撤离点。我们只需要在撤离点内等待撤离就行。在我们接取庇护者行动后，整个哈福克阵营都不会再与我们为敌，包括天上的飞机 BOSS。最后是丢包车，在游戏对局剩余15分钟时开启，机密有3个名额，绝密只有1个名额。下面我们说一下复活点位，这个地方是樱桃小镇复活点，能吃的物资极少，一般咱们在这里出生会选择前往兰亭旅馆。在我们跑到这里的时候要看一眼楼梯上，注意博物馆1号位的敌人是否会反打。这里是大浴场复活点，在这里复活可以稳稳吃下大浴场内的物资，从窗口进入快速吃掉航空箱，这个地方概率刷新小保险。走到餐厅位置时要小心集市的敌人是否会架枪。这里是山城复活点，在这里复活一般是原地搜索物资，搜索完后可以前往营地继续搜索，可能会遭遇营地的敌人，路上需要注意排点。如果说营地没有人，咱们也可以选择吃完营地后尾随前往巴别塔或者是进入博物馆。这里是营地复活点，在这里复活可以快速吃完周围物资，然后呢选择原地架枪山城的敌人，也可以选择尾随塔内的敌人进塔。如果说咱们是猛攻队，可以一口不吃直接前往集市方向加入集市的敌人，同时咱们要小心山城过来圈架的队伍。这个地方是集市复活点，也是博物馆1号位，落地可以直接前往博物馆并架住另外一个1号位可能过来的敌人，也可以原地搜刮物资再进入博物馆，或者是原地加入浴场的敌人，但是要小心营地的敌人架枪。这里是遗址复活点，博物馆1号位，在这里复活可以选择直接前往博物馆与集市1号位抢物资，也可以选择回头反打小镇，前往旅馆和博士房间附近架住小镇可能复活的敌人，然后呢咱们吃下旅馆的物资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可以直接尾随进入巴别塔，但是这个行为呢比较危险，非猛攻选手谨慎选择。这里是装卸区塔前2号位，同时也是博物馆1号位，在这里复活可以直接前往博物馆与集市1号位争抢的物资，也可以慢慢尾随进塔。需要注意塔内的海洋区1号位这里呢会有敌人反手架枪。这里是蓄水区塔前2号位，在这里复活可以回头架住山城可能尾随的敌人，也可以慢慢尾随进塔。注意塔内2号位的敌人只架过点，同时呢注意塔内医疗区1号位的敌人反手架枪。这个地方是塔内海洋区1号位，在这里复活一般选择开卡或者是拉闸快速进入塔内，随时注意对面是否开卡直架，但是要小心背后尾随的敌人。进去之后呢一般选择去海洋区先吃。这里是塔内医疗区1号位，在这里呢复活会与海洋区1号位相同，需要时刻提防敌人尾随。咱们进入塔内也是一般先去医疗区吃饭。这个地方是塔前1号位，在这里复活，在拉闸后咱们通过获取的信息呢，选择走1楼还是尾随两边的1号位进入塔。如果说选择拉闸从1楼进，一般呢选择去踩中控吃中控的物资，然后再看情况拉塔顶的闸，或者是咱们可以直接到左边的蓄水区门口架住可能尾随的敌人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。